决定你一生可以赚多少钱的，到底是什么？继续分享天涯神贴系列，强者开悟。为什么你身边有些朋友，明明能力没有你强，但是却比你赚得多呢？答案是取决于一个人开悟的时间和开悟的程度。听起来是有点玄学，赚钱跟开悟有啥关系呢？如果说你能听懂的话，说明你已经开悟了，大概率也赚到钱了。听不懂的，估计连赚钱的门都没摸到，因为你大脑里所有的想法都是人云亦云，说白了就是脑子还不够灵光，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而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会刺激你的三观，受不了的可以直接划走。千万不要动富人的钱包，千万不要动穷人的观念，因为富人不争对错，只看利弊，而穷人不看利弊，只争对错。穷人变富的路上，最大的障碍就是脑子里的观念和认知。观念不变，不开悟，神仙也帮不了你，因为迷失自我，误了自度。你没有赚过大钱，也不清楚怎么赚大钱，这并不重要。现在信息这么发达，总能学习到赚钱的思路。可问题是，为啥你知道了还是做不到？就是因为没开悟，打破不了知和行之间的壁垒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傻子都知道，普通人要想成功，首先要自律、勤快。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？为啥你总是3分钟热度？表面上是因为懒，本质是因为没有开悟，没有把勤快这件事情想明白、想透彻。我有个同事，刚开始做咨询的时候，因为经常熬夜写文案，习惯了这个晚睡晚起，甚至在客户端立了个规矩，可以熬夜聊事情，绝对不能接受早起。相信习惯了睡懒觉的人，应该都能明白他的感受。早起真的确实太痛苦了，但这样也的确不好。生活中混乱，工作效率也不高，总是晕乎乎的。后来这个家伙硬是把习惯改了，每天晚上12点准时睡觉，早上7点起床。为啥会这样？因为有一天他突然开悟了，想通了一件事，自己不是天才，只是个普通人。那普通人之间拼的不是天赋，是努力程度。自律，高效自律，远超常人的高效自律，这个其实就是普通人成长的路径。所以他开始从自律做起，戒掉了晚睡晚起的坏毛病。人还是那个人，事还是那个事，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开悟。你再想想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家庭条件、个人条件一般的，甚至连学都没上过几天的穷小子，后来发财了？这些人是不是明显比同龄的人早熟得多？你还在做梦要改变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摸透了人情世故，看穿了礼义廉耻，开始弯下腰努力赚钱。人开悟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：动物本能、自我反思、管控情绪、知行合一。几乎每一个人刚出社会，都是依靠动物性在做事情，说话不经大脑，做事完全凭本能，窝里横外面怂，跟个小狗一样。只敢对自己好的人大呼大叫发泄情绪，可一旦出事了，除了抱怨啥都不会。但那些早熟的孩子，这个时候已经学会了自我反思，他们也会说错话，做错事情，大人会思考我为什么做错，然后快速地调整自己。修行说到底就是通过反思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但有了反思，紧接着就意识到发脾气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
跟别人争对错也没啥意义。于是开始接纳不完整的自己，学习掌控情绪，尽可能地减少内耗，行为处事也越来越理性。他们开始不在意外界的任何干扰，不管是嘲笑、挖苦还是辱骂，他们只专注自己的目标。当你还天天躺在家里刷剧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自我觉察和反思，并且在实践中修正了很多原生家庭带来的错误信念，同时也看穿了人性的本质，学会了放下执念，放下期待，放下包袱，开始从利益的角度重新解读和解构这个世界。真挚换真情，掌握了真挚，他们行动力就会越来越强，行动也变成了验证认知的过程，绝不掺杂个人情绪和幻想，最终实现知行合一。于是你会发现，你跟他们相处，他们总是很大方，抢着买单，抢着干活，跟他们聊天沟通也非常的舒服，你感觉很受尊重。是的，他们在迎合你，因为他们知道你贪便宜、好面子，甚至你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但他们早已经看穿了你的内在人性。这就是为啥大家明明出身差不多，你是个穷人，但他们却发了财的原因。听起来开悟似乎有些复杂，但其实普通人开悟只需要3步。第一步就是忽视干扰，回归自我。首先是摆脱情绪的干扰，琢磨一件事情，是你在控制情绪，还是情绪控制你呢？那你肯定会想，既然是我刺激的情绪，当然是我控制情绪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你总是胡思乱想？为什么晚上会睡不着觉失眠？那为什么有时候连最起码的平静都做不到呢？是的，你被情绪控制了。情绪就是你大脑里的小狗，你长大的时候，它也会跟着你长大的。它的狗粮就是你各种的负面情绪，你的负面情绪越多，它长得就越壮实。见过藏獒吧？你现在的脑子里很可能就住着一头藏獒，它随时有可能吃掉你的理智。这个还不是最狠的，你生活的环境也是在给这只藏獒喂狗粮。比如说，你早上起床打开手机，屏幕上有一排各个软件推送的信息，什么地方又发起了战争，打死了平民，你感慨一下；新闻里有明星生病了，你感慨一下；朋友圈有人正在澳洲度假，有人正在发起水滴筹，你再感慨一下。每一条信息的背后都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，你的情绪也会跟着起起伏伏。有时候一个热搜就能让你气愤好几天，也会因为一些日常的琐事生气到连工作都干不下去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关掉手机，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仔细想一下，你刚才看到的每条信息，是不是好像跟你有关系，但又好像跟你没关系？但是他们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你，顺便喂饱了你大脑里的那只藏獒。忽视干扰，回归自我，就是想明白，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应该被外界的信息干扰到自己的节奏，做到境由心转，心无外物。情绪、信息这些东西，如果真的影响到了你，那就果断戒掉，这是开悟最初级的要求。因为如果你已经被情绪掌控，大概率现在过得很辛苦，会一直活在患得患失里，而且你连自己都掌控不了，还怎么赚钱？如果做不到忽视情绪干扰，就接着往下看。第二步，临在当下。说一个小和尚跟老和尚问道的故事。
小和尚问老和尚：师傅，开悟以后是什么感觉呢？老和尚说：开悟以前上山为了砍柴，砍柴为了烧火，烧火是为了做饭。开悟以后，上山就是上山，砍柴就是砍柴，烧火就是烧火。一句话，活在当下。这其实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故事，但很多人都没整明白。思考一件事情，为啥你小时候总是那么快乐？你肯定会说，因为没烦恼，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。不对，小孩子没有烦恼吗？他们有的。他们烦爸爸妈妈不让他们玩手机，他们烦不能随便吃零食，他们烦总是有写不完的作业。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烦恼。你小时候的快乐不是烦恼少，是因为永远临在当下。比方说你不听话了，妈妈打了你手掌，你哭了，那妈妈为了安慰你，给你买个玩具，那你就笑了，好像刚才打手掌的事情根本它就没发生过。那我们现在长大了，为啥痛苦？因为总是被各种情绪和念头牵绊，就算静静地坐在这里啥也不干，还是会想起昨天公司里那个小妖精说我坏话，好气呀，我儿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，那以后可咋办？但小孩不会这么想，上一秒的事情就留在上一秒，只专注当下。一个沙滩可以玩一整天，不无聊吗？不无聊，因为每一秒堆出的形状都是新的。他更不会担心以后考不上大学该咋办，这一秒他就是这一秒。为什么要恐惧未来的？这叫过往不恋，未来不惧，当下不杂，临在此刻，也就是西方心理学家讲的心流状态。1975年，美国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家，花了15年追踪各个行业成功的精英，发现那些能把事业做到极致的人，不是因为智商、情商或者学历比别人高多少，而是他们能够在工作的时候进入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的心流境界。在心流状态下，人往往能够发挥出超出平常的水平。你一定也会有这种感受，有时候一天啥也不干，但就是累得够呛；有时候明明很忙，但是却觉得神清气爽。这就是心流的感觉。学会临在当下，只是解决了情绪的问题，能够高效的工作。但如果想发大财还不够，因为你跟所有人想的一样，那凭啥你发财，别人受穷了？所以说才需要第3步，看透本质。这个步骤分2层，第1层见路不走，即见因果。很多人创业不成功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而是找不到窍门，抓不住生意的本质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大多数穷人下意识坐等靠要，不愿意思考复杂的问题，不愿意面对不确定性，不愿意面对风险，不愿意承担后果。所以说很容易看别人怎么做，自己就跟着怎么做，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。而如果你想看透本质的话，就必须达到不依赖。这种不依赖连自己都不依赖，不依赖自己以往的成功经验，不依赖前人的成功经验，见到路也不一定要走，质疑一切，反复去试错，反复去验证，最终找到因果之间的循环关系，看穿问题的本质。这也就是教员讲的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反对本本主义，一切实事求是。第2层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我有个搞投资朋友说过一句话，投资的核心不在于相与相之间的纠缠，要看穿背后的天道规律。因为如果只是看表象，每家公司都可以把财务报表美化得很漂亮，利润可以有不同的清算方式，
估值也可以变着花样的调整，连折旧都可以选择时间点折旧。而且财务报表只是企业经营的后视镜，不可能盯着后视镜判断车能开到哪里，开多远。所以说，真正懂投资的人会从5个角度判断一家企业：政策、赛道、需求、产业链和企业基本面。这5个点合在一起的趋势，才是投资背后的天道规律。那如果盯着单一一个点看，大概率会想着见路不走。极见因果是向下看穿本质，见相非相。极见如来是向上洞察天道，上能通天，下能入地，还愁赚不到钱。所以说，穷人想变富，先从开悟开始。第1步，忽视干扰，回归自我。第2步，临在当下，物我两忘。第3步，看透本质，不着余相。好了，本文出自天涯神帖1000篇合集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